关于人工心脏，刘副院长本来想在行政楼开个大会，总结一下教训，展望一下未来，但被我给推了。所以在今天查房之前呢，把大家聚在这儿，要聊一下重点。王峰，导丝更换自阻尼材料，改用国产内置控制器，不仅解决了由于磁场不稳导致的偶然关机现象，而且也真正实现了所有的零部件都国产化。等我拿到新的样机，大家就可以重新投入动物实验了。唉，听王工这样一说，我们这进度又打回去了，还要从头开始。但是也没关系，国内我们这么多前辈研发了10几年，都在坚持。我们现在已经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更不能放弃。所以接下来每一步我们都要稳扎稳打，直到人工心脏真正用于临床，我们才算结束。哎，我觉得您这个头发要是再短一点，再少点，就好像是刘副院长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一样。那我不说了啊，已经有人嫌弃我打官腔了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我们今天要感谢王工跟欧阳处长能够参加我们的会。那我们查房去。行，处长再见。哎，唐主任，我那个，这样，欧阳。今后需要你们医务处更加大力的支持。我知道，自从你来，我有闲过吗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医导台呢现在缺志愿者，我让医务处印了宣传单，交给你了。啊？这个贴在医院里，那不都是病人看吗？当然不是给病人，目标是来探望病人的家属。好吧，那我让护士长贴在公告栏里。那我们的事儿你多费心，谢谢你们。我懂了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快走啊！哦，我没事儿，我也要走了。哦，我走。你那边？更换国产控制器是你提出来的，护源的资料也是你给我的，这些都是本应属于你的功劳，被我独占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。你生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幸亏有你。我不是说控制器的事儿，我是说瑞士公司跟新基业的关系，这不是也是你发现的吗？要是我不知道的话，早就把草图发过去了。我当然要清楚呀，这是安和医院参与研发的项目。幸亏有你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王海明啊，你今天态度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又想提什么不靠谱的要求？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能给你们换办公室，研发的经费也不能添加。不用添，也不需要涨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回办公室了。唐主任说了，打起精神搞研发，搞你的研发去。好了，到了，下车吧。书包我给你俩拿。哟，这两个宝贝儿，哎呦，真好哎。好。这不行，就得信我爸爸，可是我爸是医生。厉害吧？你好，你俩宝贝儿真可爱。聊什么呢？啊？妈，江江说他妈妈是设计院设计师，我每次说我爸是医生，他不信。我没说不信啊，我是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。我妈会做饭，就是可好吃了。我妈会设计大楼。行了，都快迟到了，赶紧进去吧。还有你，有话上课了。我好困。下完学早点睡。啊，哎，等一下哦。不好意思。喂，我刚送完孩子呀。什么？领带9号床的病人伤口愈合不好，他有糖尿病，要进一步帮他控制血糖。
切口的分泌物送到细菌培养和药品。知道了。等一会儿谁上手术啊？我小龙和廖晓波有台换办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出门诊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走吧。周林，哎，给你。不是跟你说蓝色那条吗？怎么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蓝色的。你知道今天开会，昨天晚上怎么说呀？不是忘了吗？就它吧。哎，刘峰，怎么了？以后你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别老说医生医生的。现在孩子都早熟，我怕他们有攀比心。不是我跟他们说的，可能是上一次来医院的时候听别人说的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你还不高兴啊？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。我开会去了，你回去吧。啊。丢脸的又不是你。所以吸引器不能离桥血管太近。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，住院医把刚拨好的桥血管吸进去了，污染了桥血管，病人差一点没做成搭桥。那个大夫心里得多大的阴影？那也不至于，犯错误很正常的嘛，不犯错误，锻炼不出好医生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那我就还是尽量少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哎，那现在那个大夫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都。唐医生，哎，周林，刘太太，那我先去开电脑啊。去吧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刚给刘峰送完东西。哦，准备回家？不想回家，随便转转。怎么不想回家？老公和孩子在家的时候，我还忙忙叨叨的。可是他们仨要是不在，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了。现在觉得呀，还是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医院最近在招志愿者，如果你真的闲着没事，可以试试啊。志愿者就在门诊的导医台，回答病人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哪个科室怎么走啊，怎么去取药之类的。刘峰在安和这么多年，我来医院还走迷路呢，我怎么给患者指路啊？说的也是，我就是提议一下。那我先去门诊了。好，哎，唐医生，啊，你刚才说那个志愿者在哪儿报名啊？护士长，又有你的快递。好，谢谢啊。走了。厉女士，你对捐献者感恩的心情，我能理解，也很赞赏。但收养这样一个孩子，不是光你愿意就行的，他还会牵扯到你的家庭，牵扯到很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家庭非常幸福，有一个女儿，丈夫和我的收入，在这个城市应该算得上是不错。给你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丈夫和女儿，后面的那一张是我家，在紫檀路那边。收养的事情呢，我们全家人都赞同。我等这颗心脏，真的等得太久了，觉得我丈夫都已经打算放弃了。本来我以为我的女儿将会成为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可是现在我活过来了，这个小婴儿却为此失去了母亲。吴护士长，福利院的人说了，说你收养申请已经被批准了，不能出尔反尔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吧。
嘿，你好，林女士，我是吴敏敏。那天你的提议，我想好了。抱歉，我不会放弃宝宝的。你说好。恢复的不错，不用紧张。药还按时吃，只是短时间内还不要剧烈运动。哪儿不舒服随时来医院。谢谢唐主任啊。不客气。主任，没有病人。啊，终于没了，饿死我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今天可以让你刷我的卡。真的假的？我能点小炒吗？能。哎喂，现在啊？行，我跟唐主任说一声啊。主任，妇产科叫会诊，点名要您去。点名让我去？什么病啊？建宏，我的时间我给买来了。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我对这个牌子湿巾过敏，你不长脑子呀你别生气，对你的病不好。病人崔建红是一个复发的子宫平滑肌瘤患者，50岁，自诉近3个月出现了心慌气短的症状，所以请心外会诊。为什么点名让我来？唐主任，这是我们主任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会儿就过来，先看看病人再说吧。医院这么脏，我不得消毒啊？是。崔建红你说心脏不舒服，给你请了会诊，这是心外科唐主任，吴欣棠。你好，怎么是个女的呀？哎，建宏，以前给你开刀的那也是位女大夫。那你废话吗？妇产科能不是女的吗？哎，心外科能一样吗？唐主任是我们心脏外科的大主任，他能来会诊的，其他病人都是求之不得的。那行，那要不您就帮我先看看。那我先帮你听一下心脏，把衣服脱一下。心脏有杂音，做个超声看一下。先帮我拿一下。可以了，有点凉啊。夏白烈，来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右心房有肿物，心脏跳，它还跟着一起摆动。来，换个探头，把下面扣子也解开，裤子往下拖一点。这是粘液瘤？不是粘液瘤，你仔细看，通过下腔静脉，这是从子宫爬上来的。可以了，这个肿瘤是从子宫爬上来的，你擦一下，和我想的一样。女士，我是叶依兰，屈建红的主刀大夫。叶依兰，麻醉科的叶一鸣是我弟弟。你好，唐主任，久闻不如见面。目前的情况看，心脏里的应该也是平滑肌瘤。确诊的话，百烈要看 CT、子宫镜还有 PET CT 的结果。我把江百烈留下，让他给病人做一下检查。行，那我让我的住院医协助他。这个病人毛病多，不好搞。好。叶主任，你刚才说百闻不如一见，可是您这半年都不在安和。不是听我弟弟说的，知道你大多是通过医院的各大微信群。我不是以为他说的。叶主任，看到你大姐和唐主任在说话。白丽啊，我得了阑尾炎。通过这个检查结果，我们可以确认屈建红得的是一种罕见的静脉平滑肌瘤。这种肿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始于子宫，经过生殖静脉、髂静脉和下腔静脉，已经发展到了右心房，
又通过3天半侵蚀了整个的右心室。我们都知道，静脉平滑肌瘤通常的病变是良性的，可是我认为曲线红这个病例需要尽快手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肿瘤发展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毒蛇，它已经侵蚀了整个的静脉。我们能看到，现在的血液是通过血管壁还有肿瘤的缝隙流淌，容易造成堵塞。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，病人随时可能出现晕厥，甚至猝死。肌肉和静脉交织的这么紧密，手术的时候大出血怎么办？我也有这个顾虑，肿瘤和下腔静脉的粘连恐怕不止一处，不一定能直接从下腔静脉把肿瘤拽出来，可能需要一点一点的切开，那出血就大了。我觉得体外循环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既可以控制出血量，而且关键时刻还可以给病人输血。我们补外没问题。我这边也没什么问题，妇科的部分相对简单，患者已经没有生育的需求，所以为了防止复发，子宫和附件会全切。这台手术请晚上主角。不是你这怎么突然就得急性阑尾炎了？不是忽然得的，我以前也得过一次，但那次嘛正好要出差，所以我就打吊针压下去了。我好歹也是混过1年医学院的人，今天脉是点压疼加反跳疼，我就知道，我又完蛋了。哎，叶一鸣，我就这么把你叫来，你不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你别有压力，得病啊就好好养病，身体要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爸妈他们都出去旅游了，我一个人又要住院又要手术的，我这心里啊真的是挺慌的。不过幸好有你在，你帮我来做麻醉吧。手术的时候啊，都是要消毒铺单的，这熟人做不太方便。这样吧，我找我的同事给你做，然后呢，你住院期间有什么事儿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我不在的这半年，你们真的是放羊了啊！跟小吴他们几个说一下，准备一下，过2天我要考试，到时候谁不合格自己掂量掂量啊！去忙吧。你啊，好久不见啊，巴掌了。你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在外面叫我八爪了，听见没？那我叫你亲爱的大姐总行了吧？哎，这对了。哎，姐，你这下乡从医半年多了，愈发的珠圆玉润了，看来下面的医院伙食不错呀。你想说我胖你就直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不想活啦？你姐夫都没嫌弃我，胖吗？你自己琢磨吧。哎，姐，我前2天去爸妈家吃饭，他们也没说你要回来啊。还有，医院也没人说你要回来。本来还有1个多月的，科里不是缺人吗？就提前回来了。你这个大忙人挺有意思的，不请自来，找我有事儿？我找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半年多没见着了吗？不是想你吗？过来看看你。哦，这不科里挺忙的。忙，一回来就给我安排一堆事儿。我手底下那几个住院医全放羊了，我必须得赶紧搞教训。哎，是得好好教教了。哎，姐，我听说你们科有个病人给心脉会诊了。看看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？啊！还说想我来看我，我就知道你们俩有事。谁们俩有事啊？还装？
你和唐佳瑜啊？我和唐佳瑜，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你不会胡说什么了吧？说了。你说什么了？我问他和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还问他作为刘副院长的绯闻女友是怎么空降到我们安和，我还问他为什么有老公还要跟我弟弟纠缠不清，我都说了。不是你说的。逗我的吧？当然是逗你的了，我傻啊，我跟人家不熟我就乱说话。但是作为你姐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和唐佳宇保持一定距离。我这个八爪蓝的名号不是白的。这半年我虽然不在医院，但是关于这个唐主任的故事，我听说了不少。他不适合你。姐，我再次跟你郑重声明一下，我和唐佳宇，我们俩就是普普通通的同事关系。而且，我的原则你应该知道。清楚。最讨厌别人干涉你的情感生活嘛。我现在这样不算干涉吧？那总不能病人需要心外会诊，我不予不起，对不对？算你有点良知。哎，糟了！你这刚回来，这周末咱妈不会坚持自己下厨吧？早你一步想到，我已经在餐厅定好了位置。厉害！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白了，你要的方案是不可行的。妇科大夫明明跟我说可以做微创，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呢？唐主任，岳主任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个病人从子宫到右心室长了一个射线平滑肌瘤。之前没有确诊的时候，妇科给的建议是做微创，把子宫切除。可是现在需要的是开胸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做微创。我才跟他解释，这个手术不能微创。这个病是不可能做微创的，从子宫到右心室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，心外、普外还有妇科都要参与的。你哪科的呀？麻醉。你麻醉科的，你跟我说个什么劲呢？你们医生间就是互相打掩护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心外科你给我找个男大夫，我不相信你的技术。外科就是得男大夫靠谱。我可以给你换个男大夫，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你现在病情非常严重，你还坚持要换个男大夫来拖延时间。建红，你就听医生。闭嘴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可以，我一会儿就回组里面给你派一个男大夫来会诊，但是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。这个手术不能做微创，谁来都不能做。如果那个男大夫给你会诊过之后，你还不同意手术的话，那你就需要签字，后果自负，可以吗？你别拿签字来吓唬我行吗？我人就在你们医院呢，你敢让我死这儿啊？那好吧，真行。完全说不通，根本不讲道理。潘主任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唐主任，我们家建红他就是这个急性子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他跟别人也这样吗？可能是这几年生病，病好了一定会好的。他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所以需要尽快手术。我希望你也能劝劝他。那我现在就回科里帮他找其他组的男主任医生给他看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，那我先去了。潘主任，你见着我姐了吧？哦，对，刚才见到了。以后啊，除非有什么正事儿，要不然你要是见着我姐的时候，能躲着就躲着。他有那么可怕吗？你相信我，没错，真的。好。进。你怎么来了？刚下手术，不想一个人吃饭，我就在想，你应该会加班吧？来了一看，果不其然。谢谢。
3甲复审刚完，好多的准备工作要总结，为下一次的复审打好基础。刚做完又准备，今日事今日毕，这叫未雨绸缪，防患。鸡肉还是牛？鸡肉。你说，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那要看什么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，你们组廖晓波、秦大中那样的，我估计所有的女性都只想跟他们有纯洁的友谊。你真行，你这话让他俩同学，他肯定气死了，人家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优秀呢。现在还会有谁来啊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格子间都空了。对啊，都下班了呢。进来。王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唐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来找欧阳处长是，同步一下每天的研发进展。哦，那是特殊时期，现在一切都正常化了，不用天天同步。啊，好嘞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说说今天的进展，我也想听。你也想听？目前进展的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。二位再见。哎，没了。接病人了。哎，叶主任，你是李英的家属啊？李英，你手术做完了，放心吧。走吧。疼吗？要不还是不走了吧，躺着舒服。多走路有助于通气和恢复，再坚持一下。那我听你的。怎么了？你借我扶一下吧，伤口疼。你扶。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注意点脚下。建红，建红，怎么回事？病人的心脏出现骤停，马上抢救。来晃吧，唐主任都来了。我刚才想劝他做手术，他一生气拿起纸巾就砸我，结果人就直挺挺的倒下去了。室颤了，赶紧除颤。来，除颤。2+2一次，通电。2+2，通电完成。6恢复，2+2 2次，通电。2+2。回来了。好，曲建红现在的情况必须马上手术。他现在人是昏迷的，你是他丈夫，你可以替他签字。可我们可以等他醒过来自己决定，但这样太危险了。
昨天我们的男医生已经来会诊过了，他现在情况只能开胸，不能做微创。不管是你签字还是等他，必须要尽快。家属，尽快做决定。我签字，做手术，现在就做。马上把病人送进手术室，我打个电话。丁一鸣，徐振红现在病情恶化了，我现在急需一个手术室，他需要马上手术。来换个尿不湿喽。好吧，来吧。哟，护士长，你这手法可比很多二胎妈妈还熟练呢。护士本来就是做护理工作的嘛。这段时间啊，我还跟我们生殖儿科的护士学了几招呢。嘿，你可太用心了。好啦，起来吧，你看看都有什么啊？哇，有泡泡，你看看，哇，泡泡，看见泡泡了吗？宝贝，看见泡泡了吗？李社工，能不能透露一下什么？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还合格吗？不止合格，简直优秀啊！福利院那么多孩子，要是都能找到像你这么有爱心的人收养，那就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给宝宝最好的。能看得出来。作为一个妈妈，第一时间首先要考虑的全部都是孩子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你已经像是一个妈妈了。叶主任，这次送医下乡的成果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主要是推广无痛分娩，还有高危孕产妇的救治规范。下面的医院都在积极推行中，也算是咱们安和为兄弟医院做的一点事情吧。这种事儿还是要多搞起来。是。哎，唐主任来了。给你们露个底啊，我这个弟弟呢有一个青梅竹马，我们家人都可喜欢他了，现在就等着他跟人家确定恋爱关系了。姐，你别乱说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再说我们家这个叶主任就要不高兴。反正我这个弟弟基本有主，别人呢也别瞎惦记了。好了，唐主任，换您了。进。唐主任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没有，快进来，主任，快请坐。我刚报名了导医台的志愿者，刚刚培训完。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吗？先做着试试吧，就当交几个朋友也是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，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其他工作也适合我。我今天来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建议我当志愿者。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。我约了一兰，正好她刚下手术，我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哦，是妇产科的叶主任吗？是她，也是叶一鸣的姐姐。那个，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。前一段时间告诉我你是刘峰前女友的那位医生朋友，就是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个叶主任的朋友可能挺多的。病人送 ICU 了，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，
给你拿了2顿饭，赶紧吃。这手术做的我给我饿够呛。吃不下去。我就说你干嘛呢？当着那么多同事面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那我八卦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？爸妈和我是不是对李英都特别满意？那哪句说错了？怎么没错？全错了。我和丽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来劲了是吧？你不想跟他有关系，想跟谁有关系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郑重的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个人的情感问题，不然下回即使有外人，我也会翻脸的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，让你给气饱了。你这臭毛病，这不都惯着你呢？老公，这个给你。哦，怎么了，老公？有问题吗？我要去个地方。你就来汇报呀？不是跟你说可以不用这样吗？我不是来汇报的，我是来跟你表白的。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。在一起？对。研发人工心脏啊？不是，是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在一起。还是没懂。哎呀，欧阳，那天你跟刘副院长的对话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。我没想到你在背后一直默默的支持我，我很感动。我这些天，我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想到你，越想我就觉得我们俩越合适。你看啊，是你提出可以使用国产零件，是你发现了新机业的问题，我所欠缺的这些微小的部分，你都能给我补齐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，所向披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欧阳，你觉得呢？王海明，哎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你觉得我能补齐你欠缺的那微小部分？是的。你还觉得我们俩是绝配？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？哎呀，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。王海明，你的人的脑回路真的是清奇，清奇，清新而神奇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用一种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来回答你。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和我一个女人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2个人不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人类就会毁灭。我们背负着这么重要的历史使命，如果那个时候让我选择要不要和你在一起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听说那个曲建红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而且还大闹了一场，还砸了东西。不是她砸的，是她老公砸的。她知道她老公给她的手术同意书签了字，要在胸口留个大疤，就跟她老公闹。她老公一气之下把病房的暖水瓶砸了，估计她能老实一会儿了。这个结局我还真没想到。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去上手术了。哎，
唐主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天在手术室，就是我姐这人吧，她说话就是有点口无遮拦。还有，我和林英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叶主任，你跟你身边的朋友什么样的关系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我在安和医院，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。我去手术室了，还有一台手术。部长，昨天进展的怎么样？挺顺利的。不过，我打算让更适合的人生养宝宝了。喂，我是急诊，心外吗？是。120送个急诊夹层，10分钟到医院，叫会诊。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抓紧时间啊。先挂了。赶紧跟血库打个招呼，我担心这个病人还是要2次拆分啊。小百炼，赶紧给血库打电话。嘿，彭主任，又来一个急诊夹层，120说10分钟就到了，让心外赶快去会诊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血库说 A 型血高级，只能给2个单位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先备着。对了，你赶紧去趟急诊，说又来了个夹层，我估计应该还在手术。我跟大征说回手术室，早知道就不出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看，这都困成这样，你30个小时没闭眼了吧？啊？你就故意逗着我打哈欠吧？有那么久吗？我只是为了你的这个手术能够安全进行，赶紧去休息室睡。不用去了，而且我根本不困，又来了个夹层，你说是不是？怕什么的呀？今天宋宝德是2线值班，再说还有我跟小百炼呢，根本用不着你。我们这不缺人，快走快走。哎，主任，去眯一会儿吧。你们2个现在身份变了啊，像个监工。快去吧。你就是个老监工。什么监工？我是你的安全的守护卫士。叔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主任状态不错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满脸笑容，还跟你开上玩笑了。血槽都被积血给填满了，这还不算状态好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最近医院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1+1等于几啊？2呗。你就够2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算了，不跟你瞎说，赶紧会诊去。要是做手术的话，给我打电话啊。不行，我现在得把宋宝德叫起来干活。行了。好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龙医生。部长。早安。走。起迟了。不是。你这胳膊上……哦，早上宝宝吐的奶，出门太着急了，就忘换衣服了。那孩子还住在你家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李丹月的手续还没有办完，
我跟夫恋商量过，在手续办好前都由我照顾宝宝。毕竟宝宝做过大手术，我自己照顾也放心点嘛。护士长，既然决定不收养，就应该保持距离，少投入感情，不然等到分开的时候你会特别难受。放心吧，当护士这么多年，如何保护自己的那套心理机制，我都知道。你给宝宝找到这么好的人家，你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真的？真的。走吧，别迟到了。哎，怎么都来这么早了？早。早什么早？昨天就没回去。昨天那个夹层坐了一夜。不过到3点了，后来又来了一个，我怕主任受不了，让他睡去，我就把那个宋宝德呀喊过来，让他做了。哎，真是辛苦你们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主任最近有点不对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是不是叶雨宁最近没来咱们组做麻醉了？兄弟们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让我给你们娓娓道来。首先是妇产科的叶主任爆料说麻醉科的叶主任有女朋友，接着麻醉科就放出消息说我重新大排班，再然后麻醉科的叶主任再也没有出现在心外的手术室里了。你们想想，这主任像现在这样一工作就要跟打鸡血了似的，那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上次快离婚那时候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唐主任和叶主任？我昨天跟你说了半天1+1等于2这事儿，你这反射弧也有点过于长了吧，小白莲？我可惜了，我一直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我磕的 CP， 结局永远是 B。就像我老婆每回让我猜言情剧里的那个情侣，我是没有一对儿就猜对的。下次就不要猜了。主任呢？睡觉呢，睡觉。有个新病人，主任看了肯定嗨。你再让他多睡会儿，要不然他这身体就坏了。什么新病人啊？你得先过我这关呀。那你们做好思想准备。哎，王光，你不去吃饭啊？不去了，我没胃口。那也不能不吃饭，王光。要不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不舒服法？哎呀，我就是没有胃口，然后胸口也堵得慌，完全提不起做事情的兴趣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从被某人拒绝开始。某人？是男是女啊？女。哦，难道你失恋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有人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最后一次动物实验你在。是啊，我姓张，好几次手术我都在。哦，小张，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份下个月动物实验中心的值班表。好。哎，王广，还没说完呢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没有，是也不丢脸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咱再换个人不就行了？换个人？换个人？处长，这是修改过的人工心脏授权书，因为换了零件，所有程序都要再走一遍，需要王工那边重新授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，所向披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难道是因为我把他给拒绝了，他怀恨在心？
真是要。主任，我来看看。到底什么病人啊，这么神？先看个片子。哇，2颗心脏啊！异位心脏移植，罕见吧？我申请主刀，我遗嘱，我去学习。主任，激不激动？兴不兴奋？我看你们几个比我激动，怎么什么好事都想到你自己？那肯定是我主刀啊！那我遗嘱，那我主任，我接的案子，你立功了。这得从哪儿切呢？许宓，我是唐医生。我知道，我在网上查过你，上面有你的照片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不太好。10年前我在国外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我看过你的病历，当时因为你肺动脉高压很严重，不符合原位移植的条件，医生保留你原有的心脏，然后建一颗年轻女性的供体心脏放入你右侧胸腔，有2颗心脏共同分担工作，来降低你肺动脉高压的影响。异位心脏移植。唐医生，你脸上现在的表情，这10年来我凡是去复诊，都能在其他医生脸上看到。我这种病人很少见吧？异位心脏移植的确很少见。其实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我的心功能很快恢复了正常。只是移植后总是反复感染EB病毒，尤其这次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浑身无力，淋巴结肿大，一直发低烧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医生跟我说这是EB病毒相关的 PDLD。根据你淋巴结活检的结果，也佐证了是这个病。感染科给你用了药，但是效果不好。所以他们建议我来心外科找你。移植手术之后要常年服用免疫抑制药，这种药会导致你免疫力下降，所以你会反复感染EB病毒。我给你做个心脏彩超看一下。2颗心脏跳动的频率完全一致，就好像是天生长的2颗心脏一样。人体真是太神奇了。刚刚做完移植手术的时候不是这样吧？刚开始2颗心跳的完全不协同，一点一点改善，到了第4年，2颗心就完全一致了。我经常会忘记自己是有2颗心脏的。许宓，你心脏跳得非常好，只是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。如果不把免疫抑制剂停掉的话，你的EB病毒的感染就没法彻底清除。第一呢，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；第二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淋巴癌。如果停掉免疫抑制药，那么你体内的供体心脏很快会出现排异的反应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刚才看了你心脏的情况，你本身的心脏恢复得特别好，所以我想到了有一点冒险的解决方案。比给一个人安2颗心还冒险？差不多吧。既然你原本的心脏恢复得这么好，那么供体心脏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。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切除供体心脏，保留1颗心脏供氧的正常状态。汤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还能变回1颗心？这个还要具体做核磁共振这些具体的检查，确保你原本的心脏各方面功能是正常的。不过给你个安心丸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心脏的情况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我们就准备检查。准备一下吧。好。唐医生，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大家拍张照，留作纪念？
我们都不上相啊，因为摄影师不是我。来吧，你们随意点赞就好。要开始了啊！1、2、3。许宓的检查，我去，所有检查我都包了。早上不是排了你的手术吗？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要不手术换个别人去吧？像我资历这么高的老同志，应该多让出一些经验和机会给年轻人吧？不行，廖晓波是许宓的首诊医师，所以检查由你来做。要仔细评估许宓的原有心脏的各项指标。如果供体心脏切除原有心，主任你放心吧，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。好吧，其他人上手术吧。无非是人家问路的时候碰巧遇到你而已。这叫运气，可惜你没有。刘主任啊，我早上没手术，这不是你跑腿吗？没问题。这个病例也倒是给我们个启示，就是在肺动脉高压的时候，或者是供体没有合适大小的时候，异位心脏移植也是个好办法。可异位心脏移植手术难度太大了，我怕大规模开展的话呀，到时候……哎，一鸣，怎么上手术下手术？我刚做完啊，你们是做换瓣吧？对，看那手术单了。哦，小龙那儿可能都铺好单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一鸣，今天晚上赛因斯别忘了啊！哎，什么别忘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最大呀！上周我都告诉你了，你什么记忆力呀？啊，对，你生日啊？对呀，今天晚上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座位都订好了。成。哎，老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如果非得问我多大了，今年的回答和去年是一样的，永远18岁。行，我也是。唐主任，崔主任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会诊吗？哎呀，会什么诊呢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好不好？晚上8点啊。不好说啊，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急诊手术呢。嘿，哎，那老秦，晚上如果没急诊的话，你负责把你们主任给我押到赛因斯去啊。晚上8点咱们不见不散，好吧？你们晚点来没关系，顺便叫上那重病组的人，好吧？放心吧，凡是免费吃喝这种事儿，我们重病组都特别愿意参与。嘿，今天晚上我请客哦，董力买单，大家尽情的玩，尽情的吃啊！别忘了啊。好了。为什么他请客，董力买单？主任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董力呢是个富二代，他家里在东边有生意，能送安和买单王。那还做外科医生？所以大家说他有追求啊。还真是，这董力还单身呢，有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？你又瞪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。他是肥水还是我是肥水？还是你肥一点。王主任，麻醉已经做好了。哎，好的。好，准备手术吧。手术刀。手术刀。除了动物实验的样机，我们要再备几台啊，方便体外测试，这样质检的时候才会做到心里比较有底。但是咱们没有质检机构那些仪器啊。没有条件，我们就想办法创造条件，是不是？王工，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这是新的授权书，你签一下字吧。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看完没问题我会签。现在不能签吗？我们现在开会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。明白，那请你尽快。江护士，处长好，王工，这是你们要的动物实验中心值班表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其实你不用那么着急的，谢谢。研发人工心脏对实验中心是大事，我哪敢怠慢？变色龙吗？脸变得这么快？
怎么样啊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核磁和心电图的确认，你心脏的形态非常好，射血分数60%，所以摘除你的供体心脏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心脏存活下去。那现在，从今天开始，对免疫抑制药要降它的量，要用大量的靶向药控制你的EB病毒。等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你的供体心脏，EB病毒又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就需要手术了。谢谢你，唐医生，我到现在都没办法相信自己能回到一颗心。可是开胸是大手术，风险很高，后续恢复时间很长。你有没有家人或者朋友能照顾你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我在等一个人。等你的亲人吗？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来。如果能来的话，我把我跟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愿意倾听。那我让廖主任跟你说一下手术的细节。好，注意休息啊。这个是手术知情同意书。我来。祝我们老崔主任啊，但凡是要能上手，手术都成功。这术后啊，病人都能唤醒，唤醒完之后呢，都没有后遗症。好的啊，来，我再加一句，术后不会得肺部渗尿。哎，主任，真好。肺部渗尿啥意思？什么鸟啊？知识学狗身上了。对，开颅术后4大并发症：肺炎、褥疮、深静脉血栓、尿路感染。这个来，谢谢，生日快乐啊！来，酒倒上。哎，我们这儿还没到呢，你们就开始了啊？那你们来法呀，让外科的同志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啊？主角都最后出场。哎呀，玩可真大！哎，就你3位来啊？不是你说的我们可以迟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有录音吗？不行，你来晚了。你呢，喝一满杯，他们2位喝半杯。好，好不好？罚酒给你，罚酒啊！罚酒，来晚了吗？是不是该罚酒？哎，什么？别让唐主任你们酒量什么？嘿，你到底是哪个科室的呀？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？他喝不了是吧？那你替他喝一半。主任，我能喝。你能喝那就喝了。不用，来喝。可以，喝。来，举杯吧，不醉不归，好不好？来，不归啊！来，好一个，不醉不归啊！来。哎呀，一鸣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我跟我同事说过赛因斯，然后他就特感兴趣，今天一定要来喝酒啊！我们坐吧台呢。这是老崔，今儿他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见过啊，你一来就给叶明打招呼，你看我们这帮人都是不喘气儿的。对，认识我吗？感觉。没有，崔主任，各大主任，你们好。我真是不好意思，主要我跟一鸣哥我们这从小认识嘛，所以我当然一眼就看见他了。从小认啊，你就是叶主任常给我提醒的呀。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他姐姐特喜欢你，他说你双方父母都同意了，多好啊！对，啊，怎么了？别乱说，明明是单身，单身怎么了？多好看呐！这孩子，你单身他单身，2个单身不是凑一块才得一对吗？我发现你是不是取向有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这人平时就这样。来，咱们坐一块儿啊！来，坐一块儿。来，叶明边上，咱们一块玩，好吧？来。不了，那个我同事还在那儿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。没事。哎呀，你同事是哪儿啊？
一块过来，我们这桌子全是素，大家一块儿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崔主任啊，协调了，叫他过来。哎呀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去叫他。然后你要骑车的日子，自己座位，好吧？齐医生，您是我们医院资历最深的麻醉医生了，您看这个病人麻醉有问题吗？看检查结果是没什么。不过唐主任，心脏移植的麻醉我做过很多次，但是2颗心脏摘掉1颗的麻醉，恐怕咱们医院还真没人做过。喂，刘峰。我有个老同学要走大桥，是心外曹主任的病人，让我找个最好的麻醉大夫，你来呗。好，那你把他的名字和床号发给我。行，那我把资料发给你。我会自己去做术前访视的，不让住院医去。放心吧。好嘞。哎，叶一鸣，齐主任，帮我看看这个病人。什么病人？哦，唐主任的病人。这个异位心脏移植术后反复感染EB，原来的心脏好了，要摘除供体心。我听说过有异位心脏移植，像这样的病例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呀。唐主任，做下 B 超吧，罕见病例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。说不上这辈子都见不到这样的病例了，还真是想看一看。拜托唐主任。哦，别这么说，刚好昨天已经停了免疫抑制药，今天要查一下心脏的情况，那就跟我一起到病房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。于倩，怎么样？主任37度2，降下来了。你这速度很快呀，说明你免疫系统功能很好，一停抑制剂马上有回应了。于倩，你把超声机拿过来，我给你做个超声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齐主任，麻醉科的主任，你的手术由齐主任给你做。齐主任您好。你好。主任，这是他的 CT， 你看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全身没有那么乏力了，胸口还有一点不舒服，还是有点闷。我等一下超声给你看一下，把电传上。8点可以，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好，晚上见。护士长，你怎么了？李德蕊的收养手续都办好了，今天晚上要来接宝宝。你答应他过来？这有什么答不答应的？在法律上，宝宝已经是他的孩子。那要不我陪你一起去？主任。定手术室，徐密的手术需要提前做。啊？为什么？刚才我给他做了心脏彩超，供体缝合处已经出现肿胀，射血分数下降的厉害。停了免疫抑制剂之后，他的排异反应比我们想象的严重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天手术。行。那我马上过去。走了。护士长，我……你快去忙吧，我没事的。行。王工，怎么样？授权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有什么意见吗？条件不够好。啊？
这跟上次的一模一样。但是我可以签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又要讨价还价。你要帮我一个忙，我才签。什么忙？不会又是让我们医务处承包你们的一日三餐吧？你放心，跟医院和心脏研发都没有关系，和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？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让人把话说完呢？我喜欢上了张护士，一见钟情。啊，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女孩，动物实验中心的。嗯，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啊，我想约她出去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弄。我也没谈过恋爱，对吧？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谈，所以我就想找个人练练手。哎，就像你们在学校的时候，那个给人做手术之前，不是要先拿小兔子做实验吗？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？你不会是想盘算着让我？对，你来做那只实验兔子，让我来练习一下跟女人相处的技巧。王海明，要不是因为人工心脏需要靠你研发，这电脑就已经拽你身上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啊？你少瞧不起人！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做实验兔子？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冒充过你男朋友，我还跟你妈吃过饭，我还在同事面前帮你圆过场。现在你还想让我签这份授权，于公于私你都得帮我啊！对呀。哎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手术啊？有台剖腹产，昨天晚上啊见了一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他的呀，你在314给老崔过生日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的事别跟着瞎掺和。怎么叫瞎掺和呢？你是我弟，你是关心我。跟你说说，大伙是不是特别喜欢他？你要不喜欢我的眼光没关系，那群众的眼光那是学到的。叶主任，这边好了。啊，行，我马上过来了。好，手术完了再说。哦，再说什么呀？又走到熟悉的街角，陪着人潮，假装我还好。可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话变得越来越少。明明像孤独的飞鸟，等不到曙光为它破晓。假如它曾经历过，就应该明了，就给我一个拥抱。好不好？我甘愿为爱燃烧，多一秒你转身我却难逃，很可笑，陷入你背影画地为牢，请给我一个拥抱，好不好？美好的无可救药，戒不掉，需要多久才忘掉？不知道，我困在梦醒时分，自我。请给我一个拥抱，好不好？美好的无可救药，戒不掉，需要多久才忘掉？不知道，我困在梦醒时分，自我。哎，丽颖，你哪天有时间啊？我们见一面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主任。主任，手术非常成功，你现在只剩下一颗心脏，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消灭你的EB病毒。我想应该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。数据挺好的，挺好，一切正常。嗯，挺好。休息吧。要不你给吴护士长打个电话，约的时间都过了，还没过来。给他点时间吧，他跟孩子都有感情了。走喽！今天你要见到你的新妈妈了，还有一个大姐姐哦。哦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
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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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哭了。李登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收拾东西耽误了点时间。我知道你们都给宝宝准备好了，但这是我之前准备的，我觉得应该也能用上。谢谢你，吴护士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要不要试着抱他一下？他认生吧，我怕吓着他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，不过总归要熟悉的嘛，试试吧。哎，你看他，你看他怎么会这？因为你胸口上跳动的是刘晓庆的心脏。宝宝在妈妈肚子里10个月，这个心跳声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了。真的吗？你认识这颗心脏啊？你是不是认识这颗心脏？他当然认得，没有比妈妈心跳声更温暖的了。吴护士长，你要不要再抱抱他？不了，快到宝宝睡觉的时候了，你们走吧。以后就拜托你了。收到你的短信我就赶过来了，孩子送走了吗？你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能替宝宝找到这么好的家庭，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不信。你为什么不信？不想笑就不要笑，你不用事事都替别人考虑，干嘛非得强迫自己戴上那个完美的面具呢？你可以任性，可以自私，可以生气，你只要想好你自己就行。你现在不是护士长，你是吴明明。可以了。刚才超声检查，心脏跳得挺好的。早上查血，感染初步控制住了，可是要完全缓解 PTLD，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不着急，总会好的。对了，我记得手术前你跟我说过，你还要等一个人。他不会来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谢谢你，唐医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好好养着。叶一鸣，这可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李阳，
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如果以后你还有采访的话，我可以配合。但是其他事儿，尤其是那天晚上314发生的那种事儿，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正好在314偶遇了你们，所以就……真的只是偶遇吗？啊。是，我是听兰姐说了一嘴，所以我才去314的。但是我就是想制造机会见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这样的呀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你不是这样的吗？喜欢一个人是没错，但是你得看对方愿不愿意啊。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，不就变成纠缠了吗？你是嫌我纠缠你？李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值得你去做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应该找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，愿意照顾你的人，好好的爱你，而不是我。不要说了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，这是我相信的。你还没有，我没有你那么伟大。唐主任。啊，叶主任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新收了一个病人，是一个怀孕28周的孕妇，胎儿的心脏有严重的先天畸形，但她不肯引产，一直要坚持让心外科的会诊。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要不然你看看找别的医生。病人名叫徐江月，他说她是你妹妹。